哦，那么远老蔡底下心里不看。底下就是人家山的不敢看嘞。在贵州思彬和余庆交界处的大山之中，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大山腰间。这个地方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方圆5平方公里呢都没有人烟，宛如一片桃源仙境。大家看到这样的场景，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呢？没错，夏天的时候啊，我来过这里，那个时候的景象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很多朋友啊，看了夏天的视频，问我这是哪里，我真的跟你们说不清楚啊，因为这个山上的小路呢，跟你说了你也找不着。也有朋友呢说这个山宝宝上是否有宝藏呢？今天呀，我就带着大家的好奇心，一块儿重返这个桃源之地，去看一看这里到底有没有宝藏。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这座山的山腰位置啊，很多朋友问我怎么上这里去，我就说一般人找不到吧，就在公路边上，这里有条小道，从这里一直上去啊，大概是走个1个多小时呢，我们就可以到。赶紧再带你们去体验一下整个丛林的感觉啊！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啊，这里非常的茂密啊，根本就看不上天空。你看这个冬天来呢，很多树叶就掉下来了，地上呢铺满着一层腐叶啊，所以呢，整个天空呢也看得开了。这个地方呢是属于马溪乡后面的大山上，那从马溪乡导航镇远古城呢，就会经过这里，大概离马溪乡有3公里多、4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呢，有一条小道，从这个丛林中上山就对了。到了这个山坳口啊，这地方就看起来清爽多了，对吧？视野非常的好啊。你们看这里啊，呈现2种不同的森林生态，下边是绿油油的，上边呢很多光秃秃的树叶。这种地方啊，我跟你们说，拍照打卡绝对是非常妙的地方。站在前方那儿来一个特别的虚焦镜头，对吧？后面是阴森森的森林，地上呢又是这种黄黄的树叶，特别有那种氛围感啊！看这地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青冈树叶，踩在这上面你得慢点走啊，一不小心的话有可能滑倒。大家来看啊，现在呢我们这里已经能够看到对面的房屋的位置了。虽然这里看去近在咫尺啊，但是啊，我们依然要从这里慢慢的走过去，弯过2条小山脉呢，才能到达那里啊。过一个山沟沟，娘，你们是捞菜呀？往底下捞啊？是。捞多少钱？捞了1万块平菜。哦，那么远捞菜？底下心里不看。底下就是人家山的不敢看嘞。哦，在上面，你的山林在这上面？我家山都是这往去这东嘛，去山了，去山好，这去这边这个弯山。哦，二家人呢？是你们亲戚啊？二家人都是我家的。哦，你现在没有住到这儿了？哦，我记得是你，上次是你哈。我说我已经搞忘了。你整个一份懵一样，我还搞错了，没有认得到。去年都还在上面做庄稼了哇？是啊，做庄稼你要上去来做嘞。这我家铁头砌在这上面。哦，你做完了之后把你要杨树荫背下去吧你啊？不要，还放在上面？等于这一段时间的话就在下面做了，不在上面做了哈。地头为了杨树为了做。这还没得人了哈。皮子没掉了，我都掉了。那你慢慢的去，我去看一眼再去。我还差点没，我是说我看你面色呀，我又不确定是哪个。是的。你慢慢的去哈。我转一下也要下去了。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她是在上边在地里边种地，对吧？这个阿姨呢也真的是非常的勤劳，也非常的不容易。
他们种的粮食要从这条小道背下去。你看，现在他砍柴烧呢，他也是要从他们的这个柴山，对吧？然后一根一根的柴扛到下面公路上，应该是有车来帮他拉，还是说直接扛拢？如果他直接扛拢的话，就刚才扛的那一段柴啊，他都要扛1个半小时的时间才能扛到他下面居住的地方，不容易啊！扛一个柴扛这么远。这里茶叶还蛮多的，上来的这个路两边呢，这些都是茶叶啊。所以说这里的整个资源是非常不错的，山清水秀，水源也是非常的丰富。现在我们已经到这里了，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好的地方啊，你来到这里之后，你就会发现豁然开朗，整个视野非常的宽阔，而且这一片地方比其他地方都要亮堂很多，两边一边一条山脉，然后后面就像一个椅子的靠背一样，这个地方呢，真的就相当于一把椅子，然后他们居住的位置啊，就正好坐在这把椅子上。大家知道啊，上半年的时候我来这里呢，这些全部种的是水稻，现在呢水稻已经收完了，这个阿姨说呢，粮食都还装在房屋里面的，还没有来得及背下去啊。我们需要的居住的环境条件，这里全部都具备，唯一不具备的就是不通路。但是呢，我觉得不是问题啊，因为从下边走上来呢，这个路还算比较好走。这里呢，就是以前的粮仓，这里不是牛栏猪圈啊，是粮仓。这边是装粮食的仓库，然后这边是水源，看到了吗？我跟大家讲，他这个地方呢，以前居住的肯定是大户人家啊，这是他们的居住的房屋，相信呢大家已经见到过了，对吧？这边有一些这个红萝卜，夏天的时候啊，他们因为要在这里种地种庄稼呢，所以就居住在这个房屋内。现在呢是房门紧锁啊，没有在这里居住了。这个阿姨上来呢，她都是看一看，然后主要是在这个山上来砍柴，然后扛到山脚下去。这个房子呢也是空的啊，没人居住。这里呢本来原先都还有2栋房子，应该是一排几兄弟，对吧？后来其他人搬走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空下来了。这里也跟大家说过，这是太阳能灯，因为这里不通电嘛，就靠这个灯呢晚上来照明使用的。大家最有兴趣的呢，就是前边这个山宝宝，有很多人啊都感觉这里面可能有宝藏，或者说有大漠。我不知道你看到此情此景作何感想？但是这一种地方呢，我跟大家说，确实有可能有那种大漠的可能。那我们当代居住在这附近的人呢，他只能知晓最近几百年的一个情况，对吧？但往上边走1000年呢，甚至2000年呢，我们谁又知道这些地方有没有人居住呢？就包括100-200年前，这些山里面可能有的地方啊，居住了几百人，甚至几千人都有可能。但是时过境迁，随着改朝换代，对吧？很多东西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居住着人的地方呢，现在成了荒地；而原来是荒地的地方呢，现在居住着大量的人。所以啊，这些山里面到底以前有多少的人居住，我们也不清楚。包括他们居住在这里的人呢，他们也不清楚他们以前到底有多少代。大多数人呢，都只能记得近100年来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再往前推个300年、500年，真的是没人知晓。所以说呀，这种地方到底有没有大漠，有没有大家认为的宝藏的话，我们还真的说不清楚。这里就是中间的山宝宝，他们这儿呢还搭有一个小棚子，不知道干嘛的。哦，应该是存储的粮食啊，看到吗？这里盖有2个盖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粮食存储在这里？你们知道吗？因为呀，这个地方的热量肯定是比其他地方要好。这也证明了什么问题呢？这儿绝对是一个好地方。这个地形啊，如果不在这里住人啊，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我记得我上半年来的时候啊，阿姨的儿子呢也在这里，我跟他呢聊了几句，他才20多岁，对吧？也是因为呀没有出去打工，或者说无工可打呢，才在家里待着。那么这个阿姨呢已经是60多岁了，他们呢也干不了多少年了，对吧？年轻人呢真的应该回来把这一片地方守住。这里真的是山清水秀，对吧？非常的漂亮，具备一切居住人的条件，只是不通路而已。现在呀，正值咱们乡村振兴的年代，各个地方呢都在把以前的荒地开垦出来，包括这些地方呢也不例外。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呢，只要是在户口本上是属于土地范畴的，可能都要开垦出来种土地。这个呢，关系到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所以我觉得机会来了。我觉得这个20多岁这个小兄弟呢，真的不要想着出去打工了，好好的来把自己这一片田园打造好，对吧？他们家呢有好几百亩的这个山林，整个周圈的山林都是他们家的。这么好的资源不好好利用起来的话，太可惜了。我拍这个视频呢，我还真的希望这个小兄弟呢能看到，你不要怕辛苦，对吧？就返回到这个山里面来，不要居住在下面了，直接居住在这个上面，可以多弄一些羊啊或者牛啊来养殖起来，也可以种一些中药材。如果说你留在这个地方奋斗个3、5年，有可能你的人生前路啊宽敞无比。为什么这样讲呢？现在我们都在大力发展农村，以前很多地方不能挖路的，现在因为要把这些土地开垦出来，都可以挖路了。如果说你这里真的把养殖做大了，或者说把其他的种植业产业做大了之后呢，是有可能把这个公路挖上来的。到了那一天公路能够通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这里啊是一片人间天堂的宝地，绝对比你在外面去打工10年8年都要强得多得多。我是真心的觉得这个地方是一块宝地，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真正等到阿姨们年龄大了都不在这里住了，丢弃了这一块地方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希望这位兄弟啊听取我的意见，放弃外出打工，好好的把这里打造出来。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冬季啊山上的这些树木全部是干燥的，千万不要带火种上山哈，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远方旅行的林哥。今天呢我跟他一起，我们到这个悬崖养羊的这个兄弟这儿来玩啊。给他带了2瓶酒，还有一些牛奶。对，第2次来了嘛。对。空着手呢总是不好意思的。对，一起来过来逛一下。这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因为呢这里啊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啊只有纯粹的自然之美，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它这个地方。而且我们一路来开这个非铺装路面哈，都要搞2、3公里。对，就是有一条很难走的山路，然后我们说的那个山路慢慢的开进来，还好有你这个越野车，说像平时的小轿车啊，估计都开不进来的。对，小轿车肯定进不来。对。嗨，这个就是老板。好久没过来了，摩托车都能开到这里来。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哎呦，太急了。这个就是他居住的地方啊，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上次来正好回去遇到你，然后我有事，我就赶急着走了。对呀，你提前打电话。你也不经常到这里来哈？经常啊，我每天都是要在这里的嘛。只要家里面没什么事啊，那些都是在这下面的多。这里凉快一点。3、4月到6、7月的话，都是在这下面的多，因为那时候的话，羊的病症很多。你这个羊不是住在那个悬崖上，也是镂空的那个羊圈，它也会有生病的时候吗？有，然后出去就是细菌很多的嘛，所以它都很容易感冒啊，产生其他的那些疾病很多的。哦，也要随时都要注意这个事情啊。对。你养的羊总共有多少只啊？养了生了又卖，随时都保持140、145啊那些而已。145。对。
哎，你是贵姓来的？我姓熊啊，老婆孩子都在镇上。老婆也在家里面带孩子上学嘛。有几个小孩啊？2个嘛，都还2个了。这里炖的是啥呀？羊肉。羊肉啊？你自己养的羊是不？对啊。哎呦，不好意思哦，今天来到这里打扰你了。哎呀，不要说啊，来就是最好的。这个兄弟已经把肉搞好了，哇呀，这么大一盆肉，咱们今天小酌一杯哈。今晚准备回去安龙还是兴业，还是就去我那里？就去镇上就行了，就去镇上就行了。镇上就去我那里喽。那你就在镇上睡，不去打扰了。啊，没事啦，只是我那里很简陋的，你们。那不能这样讲。你们睡不惯而已。就这样都太打扰了。还搞了羊肉招待我们。来，先搞个肉了都。哎，我随便煮的，这下面有那个。好吃。来。来，先搞一个，好像少一块啊，还有一块。大家生日快乐！快乐！今天就是我的生日啊！这个羊肉好吃啊，劲道。你年长还是我年长哦？哪个？我说我和你啊，你肯定我大，我89年的。哦，那你还比我们都小。比我们都小。比你都还小啊！我看你好像还小过我啊。那我有这么小啊？我在坡上，然后我要选苍老一点，应该是。我们也在外面跑，也选苍老。他最小，9几的，00的吧？没有，99年的。99年的。看你是对上吧？00后。接近00后了。是啊。我们都这么大就好了哈。我们羡慕他们的同时，他们也羡慕我们。是，这个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烦恼。优势是吧？对对。我呢是喜欢四处玩的。你们整个全西南我也走了好多地方，全西南。你们这种生活我们谁都向往啊，但是我们就说我们没有你们这个天分，做不了你们这个行业。实际上各行各业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外边走的人，很多人都已经厌倦了这样走了，都想找一个像你们这样的地方隐居起来。09年的时候，小戴他们来的话，小戴就说很看重于我这里，拍我那个视频，拍那个视频他是拍记录，他不是纪录片，不是说要发出去的那种，他是记录了，他是个人。或者他也是拿去评奖吧，那时候他还是学生。是学生的话，他等于学生到你这里来拍。拍了一个纪录片，然后拿到学校去播放了吧，或者是给学校知道吧。被学校就是评为是1还是2哦。也就是因为那个视频，然后得了工作也是他臆想的工作。拍了，他说。虽然我也有劳动成果，但是呢，也是因为拍你，所以呢，有了我现在的成就。对。那他们确实是学生时代的时候，他有一个好的题材的话，他拿去评到奖了，对他的升迁，对他的这个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对啊，因为他是做这一行的话，他必须就要有这种题材，也有这种作品嘛。对。然后他就说他看了很多，然后才选择了来我这里。来你这里拍啊！你这里养羊的容量应该是不止100多头的，你养个200-300应该都没问题。怎么说呢？200-300头没问题，但是要增加我的压力。当然收益肯定是翻倍了，但是要增加我的压力。所以我就说没必要养个200-300头，随时保持是在130啊、156啊，或者123这样，我的生活家庭啊，将就得了就可以。你这个相当于是几种羊吗？没有，就是把它各分各一圈嘛，一样的羊，然后就是各分各一圈嘛。它走错的话都不能让它在那个圈，就怕它走错是吧？嗯。这里一共有多少只羊
一共有140多只，141只。啊， 141只的话，然后现在数量还不够，数量都不够的话，这里又多一只了，这里多一只了，我看一下是哪一只是下面的那一圈的。你是分3个圈关的？对，分3个圈的嘛。那3个圈关的是哪些羊？你记得清楚啊？记得，然后它不在这个圈的话，它老是被那些欺负啊。对。啊，就是一定要，它不是一个房间的，一定要把它找出来，省得它晚上被欺负，是吧？啊，一个是欺负，另外一个的话，它习惯不了，一习惯的话，它又在这上面圈的话，我记不了。哦，谁是下面个圈的？赶紧来报名下去，别看了啊！你看你们主人都搞不清楚你们是哪是哪的了。平时我只记这上面这一卷有多少，那边那一卷有多少，下面那一卷有多少啊，只记数量。对，然后呢，上来这上面不知道怎么搞混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觉得养羊呢就是放出去收回来，对吧？但是这个兄弟这里不一样啊，他分了3个圈，每个圈是多少只羊呢？他都有数，哪个圈多了，哪个圈少了，理论上来讲都是不可以的。我看你这个圈建的也挺险的，都是你自己搞的？都是自己搞的呀。这个圈搞了多少年了？这个是12年搞的，这个是13年搞的，都10年多了。哇，10多年了，10多年。08年的时候来这里的嘛。那到现在都16年了。哇，来的时间不长。以前08年的时候来的时候是我老爸他们，我爸爸他们。13年吧，13年我结婚嘛，结婚之后也就是随时都是在这下面喽。出去一段时间，半年吧，出去半年，在佛山半年，半年不行的话，要混不下去了又回来。又回来，也不是混不下去，可能在山里更舒服一些。不是，待遇养不活我。来这边玩着玩着呢，已经马上就要天黑了哈，已经快6点钟了。这个兄弟他也一直在忙着经营他的羊，也没有跟我们交流太多啊。他这个地方呢，其实是12年、13年他就回来在这个地方开始养羊了。之前呢，他的父母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养羊的时间已经非常的长了哈，大概是10多年了。这个兄弟的年龄也不大哈，他80后的，然后结了婚之后呢，基本上就没有出去。那么现在是2个小孩，对吧？那老婆孩子呢都在镇上啊，因为要上学嘛，这个住在山里不方便。好的一点呢，它这个地方离镇上不远啊，大概就是8、9公里的一个路程，所以来回呢骑摩托车也是比较方便的。这里呢应该是大多数人非常喜欢的地方啊，居住在悬崖峭壁上。你看现在正好是日落的时候，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美妙？坐在这棵大树下，对吧？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兄弟说了一句话，我非常的赞同。他是这么说的：人终其一生追求的其实就是平淡的生活。他也是外出打拼了多年，最终呢认清了自己，返回到山中来养羊，过这种平淡的生活。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兴义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村。全村呢是按传统村落来布局，村里的房屋呢古朴典雅，以木结构和石头结构为主，大量百年的建筑啊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更让人惊奇的是，有的房子甚至没有深挖地基，直接建在了原来的石头上。在村子里啊，榕树、石梯、石道、石屋、小青瓦，一片岁月静好的模样。时光仿佛瞬间呢就回到了几百年前。村子与外界通行啊，只有一条山路，一手拦弓。这个村庄啊，有很多的神奇之处，值得我们去探秘。首先啊，这个天坑村属于山上的一个天坑村，那么几百户的人家住在这里，他们的水源到底从哪里来？而整个村子呢，也是居住在天坑内，一旦形成洪涝灾害的话，这里会不会被水淹呢？怀着很多的疑问呀，咱们今天呢就进这个村庄去一探究竟。朋友们，现在呢我已经到了这个天坑村啊，正好到这里之后呢，就遇到一个94岁的奶奶，我们找她来聊一聊天。哎，奶奶，你吃饭没呢？啊，你吃饭没得呀？我吃了。吃了的哈。啊，吃了。你有好大年纪的呀
94了，我在这里年纪只有我一个人要大的。就是你一个人最大啊！哎呦，我今天运气真好。一个人年纪要大的，其他的都是90几了。都有90几的了啊！但是你最大啊！这个村子都姓啷个？姓啷的啊？姓陈的多。你姓啷个？姓吴。姓吴啊？姓陈的多，姓吴的杂姓要少点。杂姓少点？杂姓少。你就住这家吗？我家就在这。啊，这里就是我家。我听有人说你们这里是陈友谅的后代，是不是啊？哎呦，晓不到哈。哎，晓不到。等于住在这里已经是有好几百年了。陈姓李呀，陈姓吴啊，些带起老婆人家带起出门了，就给国家。等于说意思是中间有些人出去了啊，你们也不晓得他哪儿去了哈。给国家呀，都还在给国家啊。有些走台湾去了。这个坝坝还是挺大的。水是都是高的来的，这山肚子就转出来的。我们这水好得很。这里有好多户人家啊，总共200多家。那么从那个山里面出来的水的话，都够吃啊？哎呦，吃不完。吃不完？哎呦，吃得完啊！宇宙的水好很。现在看得到个水吧？看得到啊。有好大股啊？弄大股。弄大股啊？咦，你90、40岁要精神好得很哦。我吃得去忙嘛，哪一点我都吃的。哪都吃得去哈？哪一点都吃得嘛。年纪大了就是身体好就好。我跟这个奶奶挺有缘的哈，我跟她带点礼物过去啊。你看一进来的话就遇到这个94岁的奶奶。老奶奶给你拿一盒这个吃的液，要拿点东西给我抽。这个吃的液，这个是酒，送给你。哎呦天，你送我回去了好哦。有缘了，有缘。我也来这个村里，正好第一个人就碰到你，跟你说话。你太好啊，送东西来。好，我上去耍了。那个奶奶跟我说呢，他们那个泉水就在这个山脚啊，大概是从这里上去。我上去看一下那个水源的位置，这里还有几个老人家在这里打牌。你们打的是什么牌呀？抢分的哈。哦，走那个水那个位置走哪儿上去啊？走水那个位置。这个位置上去呢？上面我二班。二班。好。你看老家都非常客气啊，热情的给我指路。我正好从这里上去看一看那个水源，也带大家在这个村子里面转一转他们这些石头的建筑房屋啊，看看这所有的房子呢都是石头的建筑，而且这里边的房屋啊，它是横来横去的建造的，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讲究啊，包括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些通道，对不对？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这个下方呢，就是整个村子，水呢就是从这里流下去的。那么那个94岁的吴奶奶跟我说，我们200多户人家呢，这个水都是吃不完的。带大家上来呢，看一看这个水流的源头。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上来看一看这个水的源头在哪个位置吗？整个这个鱼哺乳村呢，它是群山环绕，但是在这个村庄的后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凸起的锥子山。这个山的形状，大家觉得像什么呢？就像一口金钟一样盖在这里。而这个村庄呢，全部建设在这个金钟的下边，对不对？而金钟这里呢，正好有一个水源往下流，来滋养咱们100-200户的人家。水源就是从这个斜缝中流出来的。而我们看到后面的山并不高，这边呢就是那个锥子山，也就是我说的金钟。那么整个山体其实呢并不是特别的厚，但是这个水流确实非常的大。现在已经是枯水期了，依然有这么大的一股水往下流。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真的是令我们特别的惊奇。更惊奇的还在下边，咱们接着往村里走。94岁的奶奶跟我们说呀，这里边有200多户人家。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村子的最上方，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
古式的石头的建筑，包括这些呢，可能都是以前的这个城墙，对吧？哎，那我们从这里进来看一看，非常古老的一座石头城。那随着时代的变迁呢，咱们在这里留居的人呢是非常的少啊，很多人呢都外出务工了。这个呢也是很多乡村啊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现实。这么大的村庄呢，也有太多的人已经外出务工，家里的房子呢也都没怎么打理，没怎么管了。你可以想象，就很小的那种村庄呢，就不用再说了，对吧？肯定是人越来越少，甚至说以后都没有人居住。这也是咱们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写照啊。村的中心呢，这里有一棵黄葛树，这也是村里面最大的一棵古树，也可以说是他们村里的图腾吧。我们来看一下这棵树的树龄，上边标的呢是280多年哈，但是确实非常的大，直径的话可能有2米，甚至还要多一点的这个直径。黄葛树呢，因为它的生长还是比较快的，它跟别的什么红豆沙呀、什么这些树呢比起来，它的生长速度要快很多啊。看一下这个上面，枝繁叶茂啊，也预示着呢，他们陈姓家族呢发展非常的兴旺啊。看到这个水源从山上流下来之后，一直从这里流过来，对吗？那么我们最开始说的时候，这里呢是一个天坑村，对不对？这里面会不会形成这个水涝，是吧？那我们现在要带你们去看的呢，就是这个奇特的景观了。走吧。他们这儿还发展了一些产业，看到吗？这个地里面都是小黄姜啊，这一片全是小黄姜。那么整个这个天坑内部的一个土地面积呢，我估计大概是200亩左右哈。看到这里的这个牌子没有？天坑地漏。咱们从这儿过去看呢，你们就知道。大家眼睛转过来，转过来，看到没有？这里就是鱼哺乳村的地漏。大家所有的疑问这一刻就解开了。这个村庄的水灌到这里来之后，它往哪里出去？就是往这里啊。从这个地漏，所有的水呢，从这里沉到这个山体里面去，所以这里永远不可能有水涝的发生。我就问你们，这个神不神奇啊？神不神奇？所有村庄的水就从这里漏下去，我会不会漏下去？哎呦呦呦呦呦呦！看了这个地漏之后啊，朋友们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还有疑问？这个水漏到哪里去了呢？今天啊，阿台全部跟你们解密一下。我们先来无人机翻过这个天坑的大山，在另一侧呢，我们发现了一条河流和大面积的土地，而这些所有的土地呢，也都是属于鱼哺乳村的。那么这个地漏的水呢，从这儿下去之后，又从山体流向了另一侧的暗河。所以这个地形啊，真的是让我连连的惊叹不已啊！大家可能觉得这里有200多户人家，只有这么些土地呢，可能不一定够他们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天坑一侧的这个山翻过去，那边有大面积的土地，那也都是他们这个鱼哺乳村的。刚才那个94岁的奶奶呢，已经跟我说了，他们平均每一户人家呢都有40-50亩地啊。整个周围这些所有的山，包括山后面的很多地方呢，都是他们这个村庄的。在冷兵器时代，这里边一定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形，因为后山那里一条河流，它都是悬崖峭壁给隔断的，你根本过不来，对不对？所以就凭这个地形来说呀，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古人的眼光。首先，这个天坑内有大面积的土地；第二一个，在后边的那个金钟山的下方有非常大的一股泉水，即使他们现在有100-200户的人家呢，也是完全够喝的，根本就用不完。即使是涨大洪水的时候呢，这里边也不可能形成内涝，因为多余的水啊，它会从这个地漏漏下去到另一侧的河流去。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资料啊，这个村子是陈友谅的后代。那么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和陈友谅打仗，最终呢，陈友谅战败，
所以陈友谅的后代呢，就担心朱元璋对他们进行灭门，于是带着家眷老小呢，就逃难至此。对于这一个历史来源呢，我们也问了村里面94岁的奶奶，她并不太清楚这里到底是不是陈友谅的后代。那为什么94岁的奶奶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战败就会被灭门等等等等。那么陈姓人家逃难至此啊，他们也是担心这个事情呢，所以就隐姓埋名啊，并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只有自己底细的人呢，可能会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后面分支下来的人呢，就完全不知道。这样说呢，大家就应该能理解了。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原始森林之中。这里啊，山川雄伟，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这一户人家为什么要居住在这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之地呢？不管从哪里出山，最少要走2到3个小时的一个路程。这一家人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会不会害怕呢？我相信在夜晚呢，有不少的野生动物会到访。我也跟大家一样啊，非常的好奇。今天呀，咱们就徒步进山，到这儿来探访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还居住在这原始森林之中。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在这片森林之中了。来到这里真是不容易啊，开了2、3公里的盘山路，惊险万分哈。从这里爬上来之后，这里依然是一片大森林，根本没有看到有路影啊。我就是猜测可能是从这个山梁上去，不知道对不对。咱们继续往前走一段啊，看看这个情况。这明显就是在森林之中的感觉呀，都不大看得到路，对吧？这种地方一般人真不敢来呀。特别是这种雨雾蒙蒙的天气，对吧？走在这个森林中呢，路也不明显，你一不小心呢，就迷路在这个大山之中了。现在呀，我能明确的感觉到，我是徒步在这个山梁上的，有没有进入哀牢山的这种既视感？因为山那边呢，只有一家人住了，所以这个路上呢，我们也不大看得出来有人走的这种痕迹。但是因为这个森林长得比较大了，所以呢，它中间这些巷道呢，一直都会存在。小的植物因为长不出来了。听说呀，这个山里面呢，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比较多，猴子也有啊。不知道咱们今天有没有幸看到一下？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地上啊，枝叶满地，非常的厚啊。基本上呢，很少有人踏足这一片地方。你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叶子有多厚吗？脚踩上去都是软绵绵的，就像踩在这个棉被上的感觉。所以这个路真的是很少有人走。再一个呢，也说明这边的生态环境非常好，对不对？树叶茂密啊。走累了啊，兄弟们，这是我家卖的赤泥原叶，打个广告啊，喝一点。这个赤泥原叶里面 VC 含量和 SOD 含量都非常高。我们人体一天所需要的 VC 呢，大概是100毫克，而咱们这个一瓶赤泥原叶，它所含的 VC 就是400毫克。所以咱们需要补 VC 的话，喝一瓶赤泥原叶就足够了，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饮品。而且呀，是我自己做的产品，大家如果有需要补 VC 的话，到我的店铺里面看一看啊。到这个地方啊，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它并没有说要在这个森林中去穿梭，而是顺着山梁一条路上一条路下，还是比较好找。即使今天这样雨雾蒙蒙的天气呢，我的身上呢也并没有湿，因为这个大森林里面啊足够的空旷。这个感觉怎么样？雾蒙蒙的，对吧？看起来非常的神秘，而且这些树呢也是长得比较奇形怪状。尤其是这个地上的树叶，真的非常非常的厚。像这种地方的话，喜欢拍照的人啊，你们看看是不是一拍就是大片？从山梁上下来这一段呀，
比那边爬坡的距离还要远。今天又大意了，这家伙还得10分钟才能到达谷底。但是现在越往下坡走呢，这个雾就拆开了，对吧？看起来会要透得多，眼睛呢也看得更远一些。哎呦，这个路是真陡啊！如果没有个登山杖的话，还真挺难的。马上走出森林了啊！这里好像是走出森林就看到他们家的房子。哎呦，我天哪，不容易啊！走了好久才走到这里。现在整个山间是云雾缭绕，那么他们这一片土地呢，也都是有耕种者，在建房的这个位置也是相当不错。咱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些土地上呢，种了很多的这个大树茶。这个大树茶呢，也是这边野生的，估计呢就是他们从山上搬过来，对吧？然后种在这个自己的地里边的。这家人在这个山里呢，他有养蜂啊，可以看到地里面呢东一个西一个的这种蜂桶放在这儿，然后用一些沙树皮给盖住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那边呢也有一个破旧的房屋，那个估计也是以前住人的。应该是搬出去最少有20年了吧，否则不会那么破啊。这儿环境在今天这种雨雾蒙蒙的天气里啊，显得非常的鲜。我们从这户人家屋前的这些土坎呢，就看得出来这户人家非常的勤劳，一条一条的这种石坎呢，把这个土地垒成了一块一块的大的这种平土。那我们平时耕种起来呢，就要方便很多啊。这些小青菜呀，才种没几天，然后我在这儿叨叨了半天呢，也没有看到有主人家出来。今天这么不凑巧吗？主人家不在吗？也没有养狗什么的。如果有养狗的话，肯定早就开始叫了哈。有人在家没有？门口晾了很多衣服。但是主人家好像不在呢，这就遗憾了，是吧？虽然说这个地是篱笆地啊，但是这家人呢，把整个房屋的周围呢打造的井井有条，非常的干净。看到这个墙上没有，有各种各样的以前的农用具啊，这个叫簸箕，那边有这个烧鸡，对吧？还有背篓，还有那个叫什么矬机。今天呢，没有遇到这户人家的主人，那么我们呢也不能在这里等啊。就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山里面的人家呢，他有可能出门了，对吧？这个门也是上锁的。那他们出门之后呢，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2层的土墙房啊，应该是建造了很多年了。大家知道这个土墙是怎么弄的吗？它是用泥巴加上水，然后呢，这样一层一层的用板子关起来夯实，然后一层一层的夯上去的啊。这一栋建筑呢，其实还比较奇特哈，它是土墙加上木结构房屋的混合体。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些墙上啊有很多的这种缝隙，但实际上呢，只要有人居住，上边不漏雨的情况下呢，这种土墙几百年呢它也不会倒啊。咱们看到这个风筒啊，包括这些竹子编织的这些工具呢，也看得出来这一家人呢是会木匠还有蜜匠的，对吧？这里还有一个大簸箕挂在这儿，然后地上呢还有很多今年刚收回来的南瓜。整个这个地方啊，真的住起来非常的舒服啊。3环水抱，这里2股水流，上边一股水流，这里一股水流，然后在这里汇合之后呢，后山流过去呢，那边还有一个悬崖峭壁，在那儿呢形成了一挂非常漂亮的瀑布。我们看这个地形呢，能够感觉得出来啊，以前是一个大户人家，对不对？整个周边的这些山形，我们大致能判断得出来。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不知道，对吧？因为没有见到主人。那本期视频呢，只能跟大家说到这里了。现在这个天空中又飘起了细雨，咱们得赶紧爬山，还有1-2个小时的小路要走。
在贵州深山的乌江边上，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住在江边，这里环境啊真的是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啊，三面江水，一面靠山，非常隐蔽，并且适合隐居的好地方。我们把无人机飞近一看呀，这个房屋的边上呢还种有一些青菜，那么证明呢这里是有人居住的，并且我发现这个江边啊有非常多的鱼在游动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江面上并没有一些拦网啊。如果说这个江边这些鱼全部是野生鱼的话，我勒个天，居住在这里每天钓钓鱼、养养鸡，那真的是自给自足啊，生活不要太安逸。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山上啊，下边就是乌江啊。我说的那户人家呢就在大概这个边上啊，从我这里下去可能就是10来分钟、20分钟的样子啊。从这个森林里面往下走，怪不得我在航拍的时候没有看到小路啊。这种路的话，就是下去的时候走着挺爽，回来的时候就挺累。到了一片荒地啊，这个地方以前都是耕种的土地，现在都丢荒了。这下边就是乌江啊，马上就到了。感觉这户人家呢好像不怎么走这个地方了。咱们在航拍镜头中呢有看到他这个房屋边上有艘小船啊，估计这户人家呢他出门也是划船到别的地方，然后再坐车啊。所以这个走上来这条路呢几乎就没怎么走了。这儿还有一道门关住的。哎呀，还要走一段崖壁路啊！咱们从这边折个弯过来呢，就看到这户人家的房子了。上边呢也都是高山，这个下边呢就是乌江啊。这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妈呀，走到这里看到这个江面上好多鱼呀，大的小的都非常多。尤其是这个地方，我看到有几条大的，可能有2、3斤、3、4斤重的那种，小的话就多得不得了啊！这个上面漂浮的都是小鱼。我下来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地方它是在养鱼啊，因为刚刚我们无人机呢看到那个边上非常多的鱼，实际上是没有养鱼的啊。这个地方呢只住着一个80岁的老人。我从上边下来的时候呢，跟村民了解了一下哈，一开始呢我以为这个边上有很多的鱼是他养的，其实不是，全是野生的。所以朋友们，这个地方钓鱼是不是非常的爽？一天钓个几十斤都没有啥问题啊。那么这个80岁的老人家呢，他有时候住在这里啊，有时候呢是住在这个金沙那边。而且这个老人家呢，他自己有一条船，从这里呢开到别的地方，然后坐车呢到金沙去。今天呢，正好这个老人家不在哈，听那个上面的老人家讲呢，他这里只喂了几桶蜜蜂啊，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搞。我们呢先看一看这里的房子啊，再带大家到这个江边去看看鱼啊。这些房子呢，以前可能是搞那个养殖的，不过现在呢都已经荒废了啊。这里啊，以前应该是养羊什么的啊，是羊圈，但是现在呢，全部没有用了。然后看起来就比较杂乱一点哈，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以前的农用具，对吧？哎，看这个老人家应该还会木匠啊，这个就是做各种木质用具的一个平台啊。可以在这个上面做一些木条子，哎，然后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些农用的一些工具啊。这有一个楼梯上2楼，我估计他是坐在2楼的。这个地方还有电的啊，电没有掐。走过来看看这个房屋的正面，哎呦，这就是养的蜜蜂，然后他这里应该几乎上没什么人来吧？哎，这边呢就是他居住的地方啊。你看那里还有一个乘凉的凉席，这里边呢就是他家了啊，就住在这个江边。这房子你们就说爽不爽啊？
居住在这里啊，歇个凉，或者说喝个茶，然后就看到一江碧绿的水啊，哎呦，这个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啊！而且这个位置呢，就只有他这一个房子在这里。这边呢有一道门给拦住了，当然他这个拦不拦的话也能进去啊，但是人家主人家不在的话，咱们不能随便到人家家里去啊。哎，带大家到这个江边来看看，这儿是不是太爽了？哎呀，我的妈呀，这个江边那么多的鱼。这个呢是小船啊，划的那种木船。这些鱼，江边这么多的鱼。这个鱼好像都是罗非鱼吧，一大片大片的罗非鱼，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鱼真的多得很呐，看，多得不得了。这家伙都不怕人了吗？是不是太多了？而且这鱼非常好钓啊。上面那个老人家跟我说呀，像这种鱼的话，一天钓个几十斤啊，都是轻轻松松的。这太多了呀，密密麻麻的，这个边上全是这样的鱼，你想吃多少呢？而且这个鱼是抢食的那种，随便一钓，它就能出来。这位老人家呀，他只是3天2头的到这里来住一住啊。上面这个老人说呀，他头一段时间把这个屁股上的骨头给摔到了，所以现在在养伤。这个地方啊，真的就是钓鱼者的天堂。正好乌江从那边过，然后绕了一个回水湾到这个位置，鱼就是喜欢往这个地方跑。如果你要钓罗非鱼啊，一天可以钓个几十斤。如果你想钓大鱼呢，这里面也非常的多。我估计啊，你要是技术好的话，一天也可以干个几十斤大鱼啊，简直就是太爽的一个钓鱼的地方了。我是没有鱼竿啊，不然今天我都得钓一钓。就是那种几斤重的鱼啊，非常的聪明啊。刚刚我下来在这个水面上呢，看到有几条在游。然后呢，我到水边呢，它阴悄悄的就到那个深水区去了。然后我现在跑到这里来之后呢，它又露出来了，就是那种3、4斤、4、5斤的那种鲤鱼啊，它直接游到这个边上来了。哇，这个钓点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钓点啊！这里，在这个江边呀，如果说搭几个小亭子，然后睡觉也睡在这里，钓鱼呢，伸出鱼竿就可以钓到鱼，那这生活真的是太舒服了。哎呀，这个地方的鱼资源真的是太好了，可惜我没有带装备啊！看到那么多大鱼在我眼皮子底下溜来溜去的，哎，我真的是想游下去抓几条。大家呢也不要问我这里是哪里啊，我不会告诉你们的啊，我要留着，以后我想来的时候我就来这里钓钓鱼，哈哈哈哈哈哈！在贵州正安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村寨。这里呢有3栋木屋，看似好像都没人居住了，但这个地方呢处在群山之间，山环水抱，地理环境非常的优越啊。而且在这里呢还有一条小河流，可以说环境啊是非常宜居的。今天呢咱们就到这个地方来探访一下，看看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啊。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哈，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我们的车呢是可以开到这个大坝子这里的。哎，我身后这里呢就是一栋废弃的房屋，这里只剩下3列2间的一个房屋了，这个呢可能已经废弃了10多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上啊还有一个圆圈，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从旁边的这些碎的石头，包括这些磨盘，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是以前的碾房，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呢是碾槽啊，那个是这个碾槽里面的那个磨石，对不对？就是跟着这个圆圈转，哎，这个圈里面呢就放着以前的粮食啊。所以我们从这个
碾房来判断的话，这个地方的人啊，应该是在这里居住了很多代人。这些磨，对吧？这个大磨，然后小磨，这些都是现在的古董。最漂亮的是我们左侧的这一栋房屋，你们注意来看一下。我们要经过这个独木桥才能走到那个房子的地方。我虽然是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啊，但我依然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漂亮的那一种。看到没有？我们讲的小桥流水人家，从独木桥走过来，这个水啊从这里下去之后，就把这栋房屋呢是包裹在这个位置的。这个房屋的后山是一条山梁下来，对吗？然后左右呢都是被这个山腿给包住的。而且在这个院坝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坝子啊，这个坝子应该是有800个平方左右啊，我估计的。大家注意看这个房子啊，跟我们遵义那边的房子建造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遵义的房子呢都是正3间，中间呢是中堂，两边呢是一边一大间，对吧？但是它这里是不一样啊，直接2间建靠到一块儿，然后这里呢成为了中堂。哎，你们说它这个房子建的是不是挺奇特的？我一开始呢以为啊这个房子是建得很长，建到这边来这么长的这种，但是我们看这个边上呢好像又不太像，对不对？好像又不太像。我们可以从空中的视角看到啊，整个房屋是3环水抱的这种感觉，并且呢，这个水流流到下游呢，它是弯弯曲曲的这种九曲水的方式流出去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地理位置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这个上边这里呢也有一栋房屋啊，我们看看这里有没有人居住。哎，已经听到狗叫的声音了，感觉又是好几条狗啊！我天哪！我走到山里，我最怕的就是这种特别多的狗叫声。看看这一户人家哈，就住在这个密林之中啊。哟，这里有个小狗狗，这个大家看到没有？是我们贵州这边农村的一种风俗啊，为年龄大的人准备的棺木，而且老人呢也是希望跟他准备这个，所以你在我们贵州这些农村里面呀。你会经常看到这个房屋的边上或者说楼上呢放有这个制作好的这个棺木啊。现在呢咱们没有看到这里有人在家啊，我估计呢是有1个或者2个老人家居住在这里的。这边姓吴，这高点就姓刘。在家姓吴？我姓刘的都是刘基的后代。哦，你们是姓刘。刚才有一个本地的大哥来到这里啊，跟他唠了几句，问了一下哈。这里的来头可不小啊！这一户人家呢是姓吴，刚刚我去上边没有人，那一家人呢是姓刘，上面那一户人家呢是刘备的后代，而这一户人家呢姓吴，是那个吴广平波的时候跟随过来的吴姓，不得了啊！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这里呢是居住的2兄弟啊，因为两边的房屋呢都有上锁，已经搬出去呢20多年了，并且我们看到整个房屋是没有修缮过的这种感觉啊，这一点也是令我非常惊奇的地方。搬出去20多年了一个破房子放在这个地方，竟然到现在还都是完好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因为人要居住的所有要素啊，这里都已经齐全了。整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对不对？水源也是非常的充足，包括我们要养鱼呢，都有足够的水源。交通也是够便利啊，只有一小段的这个毛路呢，车是直接可以开到这个房屋的边上的，然后我们渡过那个独木桥呢，就可以到达这个位置。这个小河流也是非常的神奇，就在这户人家的后山这个位置，这里深不见底啊，这个所有的水全部是从这个地方冒出来的。看看绿茵茵的，挺吓人的。我操！哇，不要把老子在那里头，好深的，那个水全部从这里冒出来的嘛，它肯定是地上冒出来的。因为这后面的山体并不高嘛，只有100米左右，它的水不可能说平过来的，肯定是地上冒出来的。
太神奇了这个地方在前20年，啊前20年去读高中的，就是那路过，啊！去买茅，我当那茅棚，掉石头下去，这个这要上几十张了。有几十张，并且呀，这个水流的前方呢，它是弯弯绕绕的九曲水的形式，延绵起码有10多公里呢，都是这样的大山环抱，非常的漂亮。而且我们无人机往前方飞的时候啊，竟然在一个悬崖上看到了一个酷似大象的一个造型啊，真的非常的壮观。不知道这个主人家是怎么想的啊？这么漂亮的房子呢，竟然荒废在这里不居住，房屋呢也没有进行打理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啊！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地方呢？咱们可以在评论区交流哈。今天的视频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上一期视频啊，咱们讲了徒步探秘悬崖村。这个村庄呢非常难到达，没有通公路啊，我们需要攀爬悬崖峭壁，包括行走悬崖栈道呢才能到达。但是我们到了村口啊，并没有发现有人，向我迎面跑来的呢是一群狗啊，把我吓一跳。因为狗狗的数量太多啊，我根本是不敢靠近。于是呢，我就在外围放了放无人机啊，没有想到我在停留的这个时间呢，主人回来了。你不打招呼根本不敢下来哟！你看嘛，又来了。你喂好多个狗哦？6、7个。对呀，我就刚才看到都是5个，非就吓人。你还在上面了？现在？其他的人全部都搬迁了。我看这些房子都拆了，这边这些哈。这些是不是以前都有很多房子？原来这个村庄有好多人哇。10多户啊！现在等你也干了。不是我以前那个，我以前那里面我在出去嘛，这边我在那里搞点养殖了。搞养殖哈？你不搞的话，只会读书搞不成。没得事的哈。他不搞的哈。哟，太吓人了！我的天嘞！你喂那么多的，主要也是让他看牛还是干啥？看牛啊，这讲的你不把人，因为你还可以听得到。听得到响动哈。哎呀，来好久哦。我来了好些天，我在上面放无人机啊，然后我说等下看你回来没呀？还等回来了。喝杯冷开水。不用，有，不用，我到我都有水的。你家不喝茶，我在家喝水爱的。咦，这个房子都有点老嘞。老，我爸也30-40年了。哦。我们快50岁了，我爸50年了有了。你都2、3岁的时候就立的房子啊？2、3岁，我2、3岁，我们都不晓得噻，反正我们还立房子的时候，我们都还不晓得。你们在贵姓呢？我姓罗嘛，这姓罗的在一半，姓王的有点。你们是哪个民族的？我们是苗族。好像紫云这边是苗族为主哈。苗族多，我们这边苗族多吧，基本上汉族少吧，在这边汉族少吧。但是有些汉族啊，他是读书啊，他就该跟妈妈姓上了。另外呢，读书有点优惠。读书确实有优惠。我家几个读，他去外省读的，每年都有补助。啊。我4个小孩都读大学，我3个同事考起大学了。啊。考起大学嘛，就是当时按的恼火，我们这个贷款我付生活费都恼火的。一个月就是1000，最少打10003千块的，一个1000就是3000。我在家我也搞不住啊，我讲我不搞这养殖，我说今年打工啊，咋今年不是搞不住的，我讲。他只有村上有3个在大山，大那个村啊。现在还有3个在大山，是3胞胎啊？有个双胞胎嘛，有个妹妹。你厉害，给你点赞。哎哦，你晓得恼火，刚是今年打工嘛，4、5千块钱嘛，还没想养得到，像这刚的话，你年纪大的呀，搞不住。像我这样养殖这些，一年了卖1、2个嘛，基本上也跟到没了。你养了牛多吧？有头20个吧。头20个。一年卖2个、3个差不多够了。差不多也够了。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肯定搞不起来。是4个都同时上大学的，真的难了。难嘞。当时有第1年4个上手还是有点难，2个这个鸡嘛慢慢换我呢。哎呀，有的养生那些低了的嘛，人家也寄得给你。对。有些是几百的啊，7、8、700起。那你老婆也在外面吗？
我老婆们就从，哎呀，反正就是那种农村嘛，穷，穷嘛，生小孩小了3个，读嘛1、2年级他就走了，走嘛这个我都没找，我就带这个小孩读了。意思你老婆在他们小的几个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走了，走了嘛。你一个人把10个供大学，就是为了小孩没有再找。没找嘛，都一直没找。哎呀，这个管了，只有小孩读书听话，几个小孩都听话，可以。你可以有点所以我讲，哎，我一个找，就在家搞得养子啊，老的也老了，老的都是那哥哥们了。你看我种的玉米，那种猪都不敢喂，只是喂些鸡啊，喂几个鸡啊，就喂不得牛，喂嘛是就老多。种得多吧？种得有50-60条吧。50-60条，那就是几千斤啊，30-40千斤左右。你一个人种30-40千斤要收？这要收肯定要收，那不是也有几十亩啊？也有，我们住后头碗我自己住这些，我就你们下来的碗我去不住啊。我看起好像没有啷个住啷个，你还说都住起来？住起来，住嘛，我就那些车子啊，他说嘛，老的他摘一些药材出来些嘛。哎呀，药材也不值好多钱。哇，你真是令人佩服啊，真的哦。我只是老婆不听话，老婆刚刚写，只有4个小孩都是他生的嘞，你爸是一个啊。那虽然说他走了，但是对你也有很大的贡献了嘛。对我有影响，那小孩人家都有些小孩说，人家对人家第一个，你那个你穿着差，那孩子弟弟都是通的话，你去到学校只要找老师扫活给他考，他这有种国家这种哈帮助这些啊，国家人好，我们就去惠水嘛，就在惠水考起大学。你看我一个人去打工嘛，跟老人们还帮到得嘛，我一个人，反正打工就支钱给他们读书啊，一个月2-3千2-3千嘛，30千嘛。吃的啊，吃的酒啊，老的运动啊，就是这样搞起来。不整，坐一圈儿，不整，坐不整了，真的不整，你不要客气。不整，大哥不整，真的不整，不客气。真的快点，这个饭煮起快点。我是真吃了的，倒是你也没吃哈。我也没吃，我说去山上望牛啊，看到去天干，我把卤一下喝点水。哦，你这点好像水也不啷个丰富哎。我的水可以，喂了30个牛都没得问题。供得住哈。供得住。哦。我们这好就好在这点，他们就是路不通。你这个遭了进村的时候是个挨，你出去也要走个挨噻。要走啊。就是因为那个挨通不到路。路通不到路嘛，以前就想说真的一直通不到路，就没搞哎。是。今天这个在山上呢，又在罗大哥这儿搞饭吃啊。要出头了。你4个娃儿是几个男娃儿几个女娃儿了？我是3个男娃子，你一个女娃子。小的个是姑娘。中间个是姑娘。小的是双胞胎一对。你这个还要3个儿子还要结婚，你这个要的不小的。不要，他们今天一直讲还呀，然后一个小孩有栋房子啊，我讲说有了嘛，我说我们这山上也有栋，我说别现在买这个烂房子啊，送给你们贡献分。你都会讲啊，这个小孩你都会讲，你这个教哈，所以老好啊，他结婚你算一下，一个小孩，必须7-8万，那我都要要。你算一下，他说必然，你说老人是要拿的。他们自己要自力更生啦，你不可能哪个来跟他整。我这个大的我讲呢，我讲说，你找得钱，你其他东西你就省7-8万块钱，可以想办法。你分都挣不到啊！我真的有点难嘞，我说这样讲。你那点啷个手机都没得信号的哟？手机我要去山上去才有，我说是刚刚在山上去灯光跟他们聊天。反正要跟别人联系的话，都要跑到山上去打电话。打电话。有好远？那10分钟左右。我还说近的话，你可以整个东西转接去把信号搞过来呀，20分钟那没得办法，太远了。那个不行。你这个还真的跟外面联系都不太方便，要走20分钟的路。不方便，所以他们说你在家你个人要注意到点。是要注意点。小娃娃呢，就是你要转去不方便，老师姐就是在卡里面转去给几个小娃娃，他1个月，他说你转多给他，他老姐说，哎呀我不要多嘞，就是转起给我。你反正每个月最少要转3000块钱出给他们哈。最少要转。如果有时候他有点事的时候，你要多赚点钱呀。有事嘛，他做时间其他有些啊过节啊，他说我又没点资料嘛，你就转个几百给他嘛。你看这个整饭也会整，倒是一个人没办法。一个人也整那个。这土鸡蛋颜色看起都不一样。
你老婆也是你们这个地方的吗？是外面的人哦？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嘛。意思的话，她一点都没有管过娃儿。对的，不管，从来一个从一开没得给过小娃一分。青椒炒鸡蛋。我们两个就这样干哈。大家看一下大哥搞的鸡蛋，哎呦，这个米饭那是真香啊！哎，吃一点吧，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应该再找个噻。找去吧哈，不敢动，找得过来到家去，他是负担的多的。哦，你也找得有个到家里来过的？对，家里过的。我们这家搞养殖，其他事情我负责，但是他负担的咯。我们两个一起也一起打工几年，不行，他主要负担的咯。咦，你这个搞的味道还可以啊！还有饭没了？有，再搞点。哎呦，你一般不出来去哈，基本上不中。走直面的哈，出去不到了哈，这个要走几多远的路？走路短，你要走5-6个小时。如果走后山出去，不走前面的悬崖了，要走5-6个小时走得出去。啊。你刚才说到酒，我还正好带了一瓶酒，还带你给车里。你不是你外头的人要喝了吧？刚吃了饭又在这里挑核桃，味道不一样啊。你要等我抓酒，这个时候给你行。不用装。没事啊，吃这东西太可惜了。那你小娃娃些回来的话，过年也是在这里过吗？过时节在这过嘛，有时候过他们过初一他们上回手去。哦，还不好耍，别慌。是。那你这个还到送哪个碗我又哪里走去的？我就不客气的。要去追牛了是吧？哦。好，这个今天来又打扰你了哟。在罗大哥这里玩了半天啊，正准备要走的时候，他回来了，非常客气的一个人，还搞了饭来吃，然后还给我搞了一些核桃。我最佩服他的就是单身一人竟然供4个大学生，现在还有3个在上大三，每个月的开销是超过3-4千的。作为生活在这种山区地方，然后非常早的时候呢，老婆就走了，然后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并且把4个孩子都供上了大学，非常的了不起啊！我也跟这个大哥说，他有没有想着再找一个？他说呀，别人都觉得他负担太重了。也有一些女士呢，跟他接触过，也都是了解到了他这种家庭状况呢，望而却步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呢，罗大哥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吃了饭之后呢，我也没有在大哥这里多停留，因为他要去赶牛，而我呢也着急着下山。好了，朋友们，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惠水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悬崖村庄。这个村庄啊，地处在一片喀斯的地貌内，而村口呢又是悬崖所阻隔，所以啊，村庄里边并没有通公路。仔细一看呀，这些房屋的周边呢，有不少的房子早已拆掉，留下了非常多的载基地痕迹。我估计啊，这里应该是交通不便啊，多年前呢，整村进行了搬迁。相信这个悬崖村啊，以前居住的人应该是不少的。我把无人机再飞近了一点看，发现中间这里啊，院坝好像有几头牛。既然这里还有人留守，那咱们今天呢，就徒步上悬崖村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惠水的大山里啊，看到没有？我身处在一片喀斯的地貌地形之中。这一段呢，以前应该是挖过毛公路的，但是有些地方太窄了，我的车来不了啊，车子呢就停在山下的。从这个地方徒步去悬崖村呢，大概是要走40分钟左右吧，我估计的，有可能还不止。这个电线杆应该就是拉进悬崖村的电线啊。这边有安装一个变压器，大家看这个地形啊，真的是特别像广西700弄的地形。那现在咱们就是从这个小道啊，爬上这个悬崖。那么他们的照明电呢，也是从这个地方直接拉上去的，就从这个小道呢就可以上去这个悬崖村，看到吧？
现在好像是要走这个森林之中穿梭一段。说实话啊，就这个上崖的路，你们不在山里生活的人根本发现不了。下方好几个岔道，只有一个小小的印记往这里上来。这些地方其实都挺陡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外边啊，长有很多的这个树木，所以就感受不到这种险峻。实际上也是挺险的，跟那个崖壁栈道也是差不多的。哎，一直往上走。哎呀，还是挺累的，挺难爬的。只不过现在已经爬上来了，横着这条就是栈道，直接过去，应该快到了。这里有一道门挡住，估计那边搞养殖，他怕这个牛啊、羊的什么的往山下走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锁啊？哦，这边是直接可以开的，它这个还可以，搞的是自动的，咱们走吧。哦呦，这上边是真的舒服，整个下面上来的时候呢，都在森林里边看不出去啊。咱现在走在这个悬崖上来之后，就可以看得出去了。这边视野就比较开阔，对面都是一些山头，和下边的垂直落差大概也有100多，接近200米。这个正儿八经的悬崖栈道了啊！咱们看这个下方，尤其这个地方特别的险。哎呀，在下边这地方还是内凹的，这里啊要特别小心。为啥呀？这里应该是他们有什么东西横在这里，然后码的一些石头上去。这个下边是悬空的哟。哎呦，得小心一点。这个村庄的环境啊，真是安逸得很呐，你们说是不是？特别是这条栈道，哎呦，这地方是真陡啊！这些树木啊，也是绝地求生啊，挂在崖壁上，没什么水分，都长这么粗了。咱现在算是上崖来了，这是下边拉上来的电线。正好在这个崖壁口，那么到了这个上面就是一马平川，是吧？我们刚才在无人机的视角看到了特别平坦的一片土地啊！哎呦，这里一片石林，非常漂亮，是不是拍照的好地方？这个村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之地。哎呀，搬走实在是可惜啊！看。这要是在大城市的边上，都可以打造旅游区啊！这么多石头，非常的漂亮。大家拍照打卡的什么的，把这些石头再淘一淘，对吧？就是一片石林啊，非常的美。我们已经看到村庄的房屋了，特别古老、特别神奇的一个村庄哈。我们在空中的时候呢，好像看到这些山并不高。但是当我们亲身的来到这里之后，这个山还是挺高的，怪不得没有通公路啊。主要是这个村庄的这个方向啊，很远都没有人烟，而且山头全部是这种特别陡峭，包括有很多的悬崖峭壁。如果说想要通公路到这里的话，是非常艰难的。我估计呢，以前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村里面的人呢就整体的往外搬了啊。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估计。咱们无人机的视角呢，往那个方向一直走呢，有大片的土地啊，都在这个山顶的这个凹槽的地方。这个村庄不缺的就是石头，到处都是石头。咱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土地呢是没有耕种的啊。那边有，哎呀，我天，又是很多狗啊，很多啊。是3个狗吧？狗太多了。
我的天，狗太多了，不敢过去，我得跨过来。我跟你们说，5个狗不敢过去。就这主人不在家，你们说敢不敢过去吗？这里来了3个，那地方还有2个。主人不来，你根本不敢过去。哎呦，我天哪！还好我这里有一道围栏，把他们拦在那边了，他们也不敢过来，我也不敢过去。我看看有没有主人来打招呼啊？没有主人来的话，咱是不敢过去的。这太吓人了，这有没有人呢？我的妈呀！我刚才走到那里去了，他们一下子就奔过来了，我赶紧跨到这个围栏这边来，太吓人了！我跟你们说，2、3个狗的话我还能应付，这家伙我一眼就看到5个。这个地方呢有一头牛，然后那边呢又看到了3、4头，然后这里呢应该就是只有一家人留在这个悬崖上养牛的，没有其他的人了。他为了4、5个狗、5、6个狗呢，估计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所有的房子呢都已经烂掉了哈，那些地方的房子全是破烂了，包括这一栋。那只有中间可能住人的那个呢还有稍微修整，其他的呢全部都是坏掉了的。这个狗的叫声啊一直在叫，我在这里等了这么久呢也没见有主人出来，估计是外出去了。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群山之间的凹槽处。咱们不走到这里呢，根本发现不了这里还有人居住啊。整个地形呢，看去像是一个山间的天坑啊，也是非常的奇特。根据这些耕种的土地啊，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地方呢，肯定是还有人居住。那咱们无人机飞近一看呢，确实发现还有人在楼房上走动。哎，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居住在这样的大山深处呢？今天呀，咱们就进山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惠水的大山里啊，咱们从这里徒步呢去探访那户人家，看一下好多年没有见到过小米了。我相信好多人都不认识小米啊，这个小米拿来做糍粑非常的好吃，还有拿来做炒面什么的也很香，煮饭也很好吃啊。那边也有一栋房屋，这个下边种的都是小米，然后这里有一个蓄水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水。哎呦，有水呀，满满当当的。咱们要去的地方呢是继续从这里往前走啊，那个房屋没有人住，不然我也去那里玩一下。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啊，一个小山包一个小山包的，而且这些小山包呢，长得都是笔直的，对吧？都带着悬崖峭壁。哎，这个地方呢，也看到一栋荒废的房屋，爬山虎都爬满了整个房屋的边上。以前的话，我相信这个湾潮这一片地都有种啊，包括上面那些。现在呢，已经荒废了啊，里边的茅草、毛杆草都长了1、2米深了。这些马耳草开花了，有一种芦苇荡的感觉。这地方拍照应该挺漂亮的。哎，咱们已经到这里了，隐约已经看到房子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一个整体地形和环境。这个周围呢，就是被这种山全部围住。整个过来的这一段呢，很多土地都是荒芜的哈，包括边上这些土地。那么，包括他们这里呢，也没怎么种，就是下边的有几块平坦的田呢，种了一点东西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还是挺高的，有100多米，然后只有下边这个平的这个田有种一些农作物。然后我是从这边来的一个垭口，这些荒地也没有种啊。然后它这个路呢也修得挺神奇的哈，从这里修过去，修得比较远。实际上呢，从这个位置弯过来更近一些吧。当然，这个路这样修也是对的。这边呀，好像是没有很多大的树，所以他们建的房屋呢都是用石头建的。哎，这家人还种了一些叶子烟。哎，老人呢都喜欢抽这种烟啊。那个小支的他们抽着不过瘾，都是自己种的这个烟来抽。咦，还好几个人在家。门口呢晾着山烟。这边地里好像种的是地瓜还是啥？玉米呢已经收差不多了。吃饭没得，主人家？吃的了。啊，拿点蒸鱼的。我讲话都听得懂哈。听得到，你先讲，我听得到的。哦。蒸鱼的。蒸鱼的啊。哦。你们也是少数民族吗？啊，我们是客家。客族。客家的，我们是客家的。哎，我得好好的查下来回去。那你们这个客家族的话，只有你们这点吗？还有其他的都是啊？其他的有哪里都有。就这周边都是吗？哎，你们贵姓呢？我呀自己姓戴。戴哈。这个老娘，你们是两姊妹是吧？哎，我们是两姊妹，我们两姊妹是姓陈，我在这戴家做客。哦，你们两姊妹姓陈，这里他们姓戴哈。啊，他姓戴。这个是。是我的仔仔。你家的哈？哦。他是来耍吗？是？哎，来耍，是我的妹，小外姨娘。哦，他还比你小点，他是你妹。啊，他是我妹。哦，你们这有几个人呢？这家？你们家有啊？我家老大家有3个小娃嘛，1个大人。啊。爷爷公公走了。哦。看那3个娃把手术办了，吵架他就把钱就提了。应该也是50多是吧？我媳妇年纪小，但是13岁就来我家，14岁就看我大一个生。14岁就已经有娃娃了。啊，就是和他们一起租房子的，就做他们摆他们就摆起跑了就。啊，就摆起了。他结婚没啦？没得了嘛，耳朵听不到。耳朵听不到哈。耳朵听不到。他好大了？50多岁了也是。都50多啊？哎。咦，看起来很年轻了，你别说。你也不年轻了。哎，我50多看起不强啊。这里住了有好多年了，在这里。哦，住了做几十年了，我们在这都做几十年了。还搬迁嘛，因为搬迁嘛搬到后水去嘛。我们前妻们就是娘我前妻们，房子也在，他们我前妻找不到钱嘛，我们转的。要不要不然在住包谷，住包谷这以前不是住包谷吗？我们在住包谷。今年嘛没住包谷了，我年纪大了，我不住包谷了。好大年纪了？80多了。你80多了？80了，马上就83了。哟，看不出来，身体好得很。哎，也不好了，个个都做不到那么的该耍的呀。反正小的给你吃，你管那么多干了呀？那像这个们也还不是也找不到钱嘛，就是这个给政府拿的钱他们，都没得吃了。老大一个回家。分家了哈？哎，分好多年了，小娃都20多岁了。是，生娃都已经读书毕业了。你别打工的了，那年就打工的。哦，这个房子也是你们手头才修的哈？啊，我们修了，我们那个我们在做上面那个屋基嘛，然后那么土地下放了，我们在修房子。他修房子之前就在这里做吗？啊，就是在这块做。哎，之前是哪个房子啊？之前是那个3层楼高房子，小小的那个。哦，很小的那种。啊，很小的那小个就是贼卡卡的。其实这儿也可以哈，都正好爷爷看到个垭口。所以说，
在这里做的是可以的。这些的土地存粮食不？好像不啷个存粮食哈。出来，我从这后面这俩啊，也这样省下些干草头呢，也下来。我去年我打70多条。70多条啊，最起码3、4千斤包个纸嘞。哎，差不多嘞。去年我抓个完就是做了个杂交包裹。都等你们一家住在这个位置呢，这些全部的山，这个土都是一家的哈。啊。这个下边啊，这个下边比较低啊，它那个如果是在涨大水的时候，安不？不安。就是这个底的这块天都安不到。安不起。安不起啊？再大的水都安不起啊？啷个大的安不起？那边是哪家种了很多那个小米都没收。那个邓家，当时我看都卖成万把斤对小米。要挣万把斤小米啊？还卖好几万了呢。那不是为要卖几万块钱的。他是承包地来种的吗？自己种的吗？是这些地方全部是我们本地的。哦，他就随便种。他这些人都全部搬出去呢，他对这些人他就住到免土。全部给他种起啊！啊，全部住到免土，家里土地又平。有土地又平嘛，就全部做。做完又往人家那做包裹。从去年来嘛，自己包裹嘛，这还有猴子很。有猴子啊？有猴子，然后嘛有猴子来吃的嘛，中午不做嘛，他去年他全部做小米，今年全部做小米完。哦，做小米猴子就没办法吃了。他不吃嘛，他不吃。你们经常看到猴子吧？对哦，我们在这就是长期在这，在这里做包裹都要望猴子，你不得望猴子。如果你挖下去，你不在这看到，他来他要帮你刨。起来了包裹样样有浪好生，他就来给你劈丢。这那个讨钱？讨厌的很咯，这猴子别人的很。他一来有好多个啊？可能几十个有。一来有几十个？哎，有几十个大群。哎，凶起来打人不他？小个的他不怕，大人他是怕的。他不怕娃儿，怕大人。小个的他不怕。那个水池你们修了好久修了？我们修好多年了。也是为了预防夏天天干哈。天干嘛？还有这些外是住的田，这些外是开的田。哦，那个池子主要是为了打田用，生活用水也应该不够，应该不缺哈。这些都是以前的磨子这些哈。要吃米，要过对冲，然后呢嘛那些有机子嘛吃米饭了抬下去打，抬去打了嘛小时候那家个米吃完了嘛肩膀还得痛啊。还是苦啊个事儿哈。苦，一天要挖土，要到河，好草呀好到河不要晾，在那家还要喂猪，不得煮菜要煮菜，来砍起了地了做人，还不晾把钱煮的烧，又要给上火。那个我们这集体去的远嘛，去到那边晚些去过几晚，这住活路。以前是集体住活路。集体住活路，现在也住活路。因为小的还得小，那家嘛还学着北极小娃上坡噻，人家就用我真的是想我们造的。给这个送给你们。你是拿送给我们？走了。哎，没事，送给你们。你看嘛，你给你，我们做水都没得活吃。没，不做了。行，走了。哎呀，这大中午的好热呀！这个地方呢，只住了一家人，是那个老人家他们2母子。然后这个老人家的儿子呢，50多了，耳朵也不太好，我就没有跟他交流。他们呢也是好多年前就搬迁出去了，也就是这2年呢又返回到这个地方来居住。老人家说这个地方猴子挺多的，这倒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啊，因为这些山并不高啊，都是小山。这个地方居住的地形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右侧和右后侧呢都是刀片牙一样的，然后左侧呢也是很高的山。这里啊还真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啊。我们正常的思维呢，可能住在这种凹槽的地方呢应该是比较闷热，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其实挺凉快的，而且呀它的通风效果很好。这个呢应该得益于这栋房子右侧的这个3口，包括前方的这个3口呢，它形成了一个风可以对流的出口啊。非常神奇的呢是这户人家左侧的这个山梁翻过来呀，是一个山崖。那么老人家也说了，这里呢猴子比较多啊，所以我比较好奇呢，我就把无人机飞过来，在这个山崖上看一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的话还真的看到东西了。
这个山崖下呀，居然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是竹子又是钢管的这种结构啊，搭了一些架子，从这个崖壁角呢一直搭到了半崖中间的位置，而且这个高度呢应该是有好几十米啊。因为我们镜头离得比较远，这个到底是竹子还是钢条呢？我真的是分辨不清楚。我又问了这个老人家，是不是这边有搞过什么开发？他说从来没有过呀。虽然说他住这么近啊，但他也不知道这个山崖里边这个架子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崖壁的边上呢全是杂草丛生，只有这里搭了一个架子，边上没有看到任何开发的一些痕迹啊。如果说这个地方有搞什么大工程的话，应该是有路进来，并且这些崖壁应该有松动的痕迹啊，没有看到，只看到了这个架子搭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半崖这里呢，确实有一道地质奇观，有3条石笋从崖壁上方伸出来，这个形状啊也是非常的好看。难道这个半崖还有溶洞通向别处，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算了，既然他们当地人都不知道，咱们就让这个秘密隐藏在大山之中吧。说着说着呢，我已经快走到我停车的地方了。那本期的视频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惠水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一户人家居住在山巅的凹槽地带，这个地形啊非常的特别，几边呢全是被这样的小山和悬崖峭壁所包裹，形似一个山顶天坑，并且它的底部呢就像是一个鸡蛋的形状。这个地形啊真是非常的奇特，咱们今天呢徒步进去看一看。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惠水的大山里啊，这个路呢是挖过毛公路的，但是它这个路上有一些地方特别的窄啊，我的车就开不过来。那么要从这里一直往前走，走到前方那个崖壁那边，然后再兜一圈啊，看着挺近啊，实际上呢总的路程有3公里左右。从我停车的地方过来的话，这个湾槽里边呢也是一片荒凉，这所有的土地呢也都没有耕种了。这个湾槽过去应该是有2、3栋的房子，但是呢也都是废弃的啊。我今天来探访的这一片地形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哈，它有点像这个新义万峰林的那种感觉，山包都不是很高，大概就是100多米，然后呢一个山包接着一个山包的，它山包之间呢就形成了那种坑荡，或者说一种峡槽。那很多的峡槽里面呢，它都有居住有人。这种地形啊，居住的人家户比较少的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往外搬。你别看这边的山不高啊，但是呢，它都是那种悬崖峭壁的感觉。那如果说这一户人家正好住在山巅的一个坑荡位置的话，那它的公路必须要走悬崖峭壁才能修得过去。那相对来说，修公路的成本就比较高，所以呢，大多数人都是往外搬的。看，我们过了一个垭口之后呢，又在这里发现了有几户人家，看到这个周围没有？全部是山包围绕。那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溶洞。这儿呢，看到有3、4栋的房屋，但是好像只有下边这个房屋有人居住啊。还养了好多鸡，有一只狗狗向我跑过来，2个呀，不会咬人吧？你看，尤其这种不声不响的。你看，这挡住我去了，不要过来！这家伙看着有点吓人，我跟你说。你看他那个嘴巴，就像要咬人。走，2个我还真不怕你，多了我怕。这家是有住人的。刚刚咱们看到有个小朋友，他们在外面还在搞那个玉米，然后这上边几家不一定啊。哎，这家好像也有人在家的嘞。这个房屋门前这么多的南瓜，还养了鸡。这2个房子是没人住了。走他们家的院坝过了下边这个小寨子，咱们就开始
走这个小路了。他们这边的土地啊，还真不是很好啊，都是石头，这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石头。去上面，你们去割草了呀？哦。还要走好久啊？要走好久。啊。我也不知道你去哪边，我去上面那个荡荡的。10分钟。10分钟哈。你没读书啊？这2天放假。哦，放假了哈。读高中吗？初中？你都读大学啊？厉害哟！大四了，那不是马上要毕业了？哎呦，辛苦辛苦，还要回来背东西啊！你们这样子大人有点办法。是。你让别人来在家人做。好，谢谢。哎呀，汗都走出来了。那个小姑娘，我还以为在读初中还是高中呢，结果人家都上大四了。完了，我现在这个眼神直接不行了。这一段完全是石头路。还要在森林中穿梭一大段。这里有一个弯槽上去，这个弯槽里边的也有2栋房屋，但是这栋呢没有居住人，上边一栋有居住人啊，那些土地都有耕种。咱们要来的呢是这边啊，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一户人家的庐山真面目了。怎么感觉还要往下走啊？我以为是整个平的呢。这里放有很多奇形怪状的这个树根，这树根要放在城市里也能挣钱的啊，挺漂亮的。然后这里看到没有，有个洞穴啊，那里筑有一道石墙，有水管拉出来，我估计那里面是存水的啊。这好多包粽子的那个粽子叶，这要是离城区近的话，端午的时候是吧，可以采这个叶子去卖啊。咱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哈，已经听到鸭子叫、狗叫声了。然后这里有3栋房屋啊，这边呢估计是刘兰猪圈。这里的地形非常的奇特哈，看看这个后边的山有100多米高，而且呢都是特别陡的这种悬崖峭壁。那我呢是从这个山口过来的，这里呢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山顶天坑的感觉，整个四周呢你是没有办法发现这里的，除了咱们无人机空中的视角啊，你不走到这里的话，你根本看不到这里会有人居住。后山呢就像一个金钟一样的，对吧？然后他们居住的房屋呢就是在这个金钟下边。你们觉得这个地形怎么样啊？我觉得非常不错哈。听着狗叫的声音，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人出来打招呼啊。我估计是不是又不在家呀？那儿有些衣服挂在外边的，居住是肯定有人住的啊。因为呢，这个今年种的水稻都刚收。这一块田也是天坑里面最低的位置。你们说，整个周围都是山围住的，这个地方呢最低洼，一旦涨水的时候呢，这里会不会被淹？你们说一说。我估计主人是不在家的啊，只不过呢，咱们也是上来这里参观一下。这些房子呢都是2列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是整体的，那个房子呢拆掉了1间，包括这一栋房屋呢也是有拆掉1间啊。那边呢是厢房，还有刘兰猪圈，这个呢也是刘兰猪圈啊。狗狗是拴在这里的，那主人是不在家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门上锁了，然后居住的人是居住在这里的，养了一些鸭子、鸡，然后养的有牛吧。这个呢是以前存水的水缸，
这一个也是，你看到2口水缸，就证明这里怎么说，就以前是2家人啊。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宰鸡地，没有人在家呢，咱也了解不到啥东西啊，只能带大家看一看了。我拍视频啊，不是每期都有看点，为什么呢？有时候你走了几公里，走到人家家里，结果呢，没人在家，你也不可能在那等，对吧？你不知道人家何时归，你不知道人家出门了呢，还是在山上干活，你在那等着，就是不确定的。有时候一等一锅大白水，所以呢，一般来说，我到了目的地看到没有人在，可能会喊几声。如果房屋周边都没人的话，那咱们只能放弃往回走。这个地方啊，我估计以前有4、5家人左右啊，现在呢，可能只有1个老人留在这里。这个地形是非常的特别的，周围呢全是这种悬崖峭壁的高山所阻隔。这个湾槽里边的土地啊并不多，可能有10-20亩吧。但是这些山的外面有一些峡槽呢，也是有土地的，但是没有人居住，估计呢也是他们这里人的土地啊。所以啊，在以前的时候，这个生活肯定是无忧的。回到咱们刚才的话题啊，你们觉得坑底最低洼的那一块田，在下大暴雨的时候会不会被淹？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